就这样，在不运动、不花钱，而且还能多少翅膀我喜欢吃。最终成功稳住了那些让我中年油腻的荷尔蒙。半年后，竟然奇迹般的恢复到了场前的体重。大家好，我是带你们为自己量身定制科学减脂餐的健身教练 Monica。上一期视频我们详细分享了如何计算出适合自己的热量赤字，但想要其发挥减重的效果，必须建立在荷尔蒙不失调的前提下。下面我将结合理论知识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透过饮食内容和用餐的时间来为热量赤字扫清障碍。曾经的我因为孩子的一些突发状况被迫告别职场，然后陪孩子奔波于各种治疗，仅3个多月我就从小富婆升级成了大富婆。今天咱们就从专业的角度来扒一扒那些年让我升级为大富婆的主要荷尔蒙。我依然记得辞职后的那段时间里，压力大到彻夜无眠，这会导致肾上腺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来抗压，再加上年纪渐长和久坐不运动，加剧了生长激素的减少，致使新陈代谢越来越慢，人也越来越胖。其次，皮质醇长期过量分泌会导致身体更倾向于分解肌肉而不是脂肪，这也将使得胰岛素分泌的频率提高。此外，我的饮食结构大多数以米饭和面食为主，这就加剧了胰岛素的分泌。关键我还是个苹果型的身材，脂肪都喜欢往腹部堆积。此外，皮质醇分泌过多还会刺激饥饿素，会导致食欲大增，让我摄入过多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甜品、油炸食品等，这会造成水肿、体重上升。尤其睡不着的时候还老想吃宵夜，这会产生更多的胰岛素，这将进一步的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我的代谢就更低了，体重也就越来越失控了。综上所述，如果不解决失眠和压力的问题，我将陷入体重增加的死循环。下面咱们就一起根据理论知识来找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压力和久坐，我采取晚饭后散步半小时左右，既可以缓解压力，又能通过晒太阳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区。失眠需要补充维生素 C、B1 和 D 区，我果断选择了食补和晒太阳。成年后，生长激素和年龄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我没法控制年龄，所以我就选择轻断食，即晚餐和早餐的时间间隔大于12小时，以此来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像我这类型的苹果型肥胖，通常都伴随着内脏脂肪高和三高。为此，我必须调整现在的饮食结构比例为低碳水、好油脂、高蛋白，且食材主要以低 GI 的选择为主。此外，同样的食材，冷食和生食也会大大降低 GI 值。比如土豆虽然是高 GI 的食材，但将其切块并用橄榄油微煎，放凉后再吃，既可保留其脆脆的口感，又可降低它的 GI 值。为了降低对甜品的渴望和防止水肿，我选钾含量高的蔬菜，从中获取不少于3510毫克的钾，以及降低钠，也就是盐的摄入量，从而让钾钠比尽可能接近于1:1。为什么是尽可能呢？因为2000毫克的钠只相当于5克的盐。重口味的宝宝们，按照这个量根本没有办法烧菜，那就只能以蔬菜沙拉果腹了。作为过来人的我，曾经就因为每天吃蔬菜沙拉，把自己吃进了医院。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此外，补充足够的纤维素和水分，将会改善饥饿素肆虐的情况。上一个视频中说过，在设置600卡的热量赤字下，我的每日可摄入热量为1579大卡。值得注意的是，只一味的计算热量，不考虑进食的食物以及进食的时间对体内激素水平的影响，减脂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对于苹果型肥胖的人群，理论上建议晚餐尽可能吃得少，且碳水的比例尽可能的低，所以我选择早餐和午餐的碳水比例都为40%的皮蛋芋泥鸡胸肉粥加韭菜花炒鸡蛋和健康版的麻辣香锅。晚餐则是降低碳水比例至30%，即美乃滋土豆沙拉。
现在我们快速做一个总结，以上3餐的食谱的总摄入热量为1550大卡，且都属于中低 GI 的食物，钾钠比例为0.86:1，纤维素的摄入量为29克，蔬菜全部用焖炒的方式，维生素 C 和 B 群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从理论上来看，我是无敌的。可我这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出现头晕、心惊肉跳的症状。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跟我说没啥大事，就是我的血糖和血压都太低了，让我稍微增加盐和糖的摄入，所以我不得不调整食谱，把晚餐换成碳水比例和钠含量更高的泰式炒荞麦米。一是为了防止低血糖，二是荞麦米和芦笋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1， 有效改善我的失眠。其次，荞麦米和芦笋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增强饱腹感，以防止。你怎么了？我肚子还有点饿。就这样，在不运动、不花钱，而且还能多少吃吧，我喜欢吃。最终成功稳住了那些让我中年油腻的荷尔蒙，半年后竟然奇迹般的恢复到了产前的体重。至于塑形，我已经耗费了2年多的时间，仍旧觉得道阻且长。值得一提的是，咱每个人的基因都不一样，对我贼有效的食谱却不一定都适合您，所以我的食谱都会特别的强调某些人群不宜食用的食材。就比如荞麦米，虽然是糖尿病患者的心头好，却不适合肿瘤病人或者消化功能欠佳导致经常腹泻的人群。从控制血糖的角度出发，荞麦米在低 GI 的粗粮中绝对会拔得头筹。美中不足的是，它略带些许苦味，所以我选用酸辣的泰式冬阴功酱来盖过其苦味。这样绝妙的搭配，一定会颠覆您对荞麦的固有印象。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就绪。值得注意的是，芦笋虽然是减肥消水肿的好食材，但患有痛风和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宜食用。装盘完成，苹果型身材的宝宝们可以试一试这款专为减内脏脂肪而生的食谱。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和踊跃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谢谢。